思觉失调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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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觉失调症。所以在近年来的重大刑案中，思觉失调出现在媒体版面的频率越来越高。不知不觉间，它似乎成了伤人、暴力这些负面标签的代名词。难道思觉失调真的是不定时炸弹？我们真的了解这个疾病吗？根据卫福部统计，在台湾精神疾病问诊人数逐年上升，一年平均有将近300万人寻求协助，等于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有身心方面的困扰。而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近年讨论度最高的精神疾病——思觉失调。思觉失调念起来很拗口，但它其实就是几年前所称的精神分裂症。改名之后的思觉失调更接近原本的病因，也就是思考以及知觉方面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患者可能产生幻觉、妄想、思绪混乱的症状，像是一直听到声音在耳边碎念，认为自己的思考、行动被不明的力量给控制，或是觉得有人处心积虑想迫害自己，因而变得十分焦虑。这些感受对其他人来说荒谬至极，但对患者来说却无比真实。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症状，有些患者则会变得封闭、麻木，失去对情绪的感受力，成为一个消沉、冷漠、不说话，也不愿意打理生活的人。根据统计，台湾每1000人中就有3至5人罹患思觉失调。目前估计全台的患者数量超过10万名以上，也就是说，思觉失调的患者很有可能就是你我的朋友之一。很遗憾的，科学家到现在都没办法完美的解释思觉失调的成因。不过，目前最主流的假说认为，思觉失调是由于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或脯氨酸失衡所产生的精神疾病。简单来说，我们大脑就像是少了一个齿轮，或是多了一个齿轮，让讯息传递发生问题，进而出现幻听、幻想、思考异常等症状。那么，原本好端端的大脑为什么会突然出错呢？这边先提供数据。一般人得到思觉失调症的几率约为1%，但病患子女得病的比例却会变成10%到15%，显示思觉失调具有遗传性，可借由基因传给下一代。所以，思觉失调症是天生的吗？也不能这么下结论。虽然病患子女的发病率较高，但就算整个家族都没有相关病史，也无法保证子女不会成为患者。而在同卵双胞胎的案例中，即使一方有思觉失调，另一方也不会100%得病。可见后天因素也是很重要的。这些因素包含成长环境、病毒感染、酒精药物等等。而在这之中，心理压力是相当常见的发病诱因，像是感情破碎、事业失败、家庭问题，都可能造成巨大压力，让大脑内分泌失调，产生疾病。总而言之，目前还不知道先天和后天之间谁要为发病负较多的责任，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你的性别、年龄是否有家族病史，都可能在某一天突然罹患思觉失调症。为什么是我？历史上罹患思觉失调的名人并不少，像是爱因斯坦的小儿子，或是林肯的妻子，都是患者之一。而在科学界，最有名的案例莫过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明奈许均衡的约翰奈许。奈许年仅21岁便取得数学博士的学位，之后与博弈论相关的几篇论文更被誉为划时代的研究，成功拓展了许多领域的研究范畴。说他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天才数学家也不为过。但在30岁那年，他突然开始出现一些诡异的行为，像是把自己打扮成婴儿，声称外星人和他接触，或是认为苏联特务正在追捕他等等。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让他的数学生涯被迫停滞，甚至几度进出医院疗养。直到他42岁左右，他的病况才逐渐好转，最终重回了数学研究的怀抱，并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奈许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只要控制得宜，思觉失调患者也可以很有成就。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思觉失调不等于暴力行为。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思觉失调患者都没有出现伤人的举动，贸然贴上暴力的标签是很危险的一件事。目前，思觉失调的疗法主要为药物治疗，发病的头5年是治疗的黄金期。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可以积极治疗，让疾病不再复发，就能让大脑维持原本的运作功能，提高治愈的机会。而亲友的理解与支持，不仅能增加患者接受治疗的意愿，在康复之后也能帮助患者更快回归社会。就像糖尿病和高血压一样，思觉失调是一种慢性精神疾病，只要经由适当治疗、固定服药、稳定的控制病情，有高达60%的患者是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与一般人一样上课、就业的。到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关于思觉失调的几个重点。思觉失调的成因相当复杂，先天遗传或后天因素都有影响。绝大多数患者并不会出现暴力行为，提早就医、定期服药，病情可以得到良好控制。思觉失调的诊断非常复杂，绝对不像电视名嘴一样，可以看个影片就妄下判断。所以装病难不难呢？每每有重大刑案发生，而法官因为嫌犯有精神疾病而予以减刑时，总是引起网友一阵挞伐，认为法官真好骗，装病真容易。影片到这里，就让我们外插一个小单元，请法律白话文告诉我们，司法上的精神鉴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很遗憾的，装病恐怕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法院都会将精神鉴定交由医院精神科进行，而鉴定的程序包括医师与被告进行会谈，了解被告的精神状态之外，也会与被告的家属会谈。此外，还会针对被告血液、心电图、脑波等生理状态做检查，以及对被告进行心理测验，借此了解被告的智能、人格特质。最后，医师会综合以上程序得到的结果，完成鉴定报告书，并交给法院判断。不过，判断被告有没有责任能力的最后决定权还是在法官手上。精神鉴定的结果并不会直接判断被告的责任能力。进行了这么多复杂而严谨的程序，就是为了能建构出犯罪当下被告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想装病骗过精神鉴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精神鉴定之后，如果确认被告确实有精神疾病，而且在行为当下真的发病，导致被告没有辨识能力和控制能力，那么法官在审判的时候就必须依据刑法第19条的规定，不能处罚被告。如果辨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在行为当时显著降低，法官可以依据实际状况决定要不要减刑。如果被告有精神疾病，但行为的当下没有发病，这表示被告在行为时具备辨识能力和控制能力，所以有责任能力，不能适用刑法第19条不罚或者减刑。这时候只是程序面的问题。如果被告精神状态无法进行审判，法官就要考虑是否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94条的规定，在被告精神状态恢复之前停止审判。刚刚一直提到的刑法第19条到底是什么？刑法第19条规定，如果一个人因为精神障碍或是其他的心智缺陷，导致他没办法认识到他当下的行为是不对的，或是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那么刑法就不可以处罚他的犯罪行为。之所以会这样规定，是因为要用刑法处罚一个人之前，要确认这个人能不能像一般人一样，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或是能不能控制自己不要去做坏事。如果没办法分辨或控制，对刑法来说，这个人没有控制能力或者辨识能力，因此欠缺责任能力，就没有处罚的意义。说到这里，你还认为精神疾病真的那么可怕吗？其实更可怕的是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因为恐惧，因为不理解，社会为精神疾病安上了负面的标签，认为他们是怪人，是危险分子，是不定时炸弹。这样的社会氛围造成许多患者不敢就医，不愿承认生病，反而让病情越来越严重，衍生出更多问题。日本为了避免思觉失调被标签和污名化，在2002年时将精神分裂症改名为统合失调症。就在改名后的2年，因为民众的误解变少了，病患就诊率也提升了20%到40%。台湾把日本的改变作为借鉴，也将精神分裂症更名为思觉失调症。
就是希望降低民众对这个疾病的负面印象，提高就医的意愿。精神疾病的发生永远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当患者苦苦挣扎时，旁人无心的言语很可能就将他推向深渊。为别人贴上标签很容易，理解却很困难。我们是否应该思考，这些言论、这些刻板印象会将我们的社会带往何处？谢谢大家收看这集的可能性调查署，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天下没有难学的知识，我们下次见。